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olidWorks 规则曲面篇。那这里呢，就是介绍各位说如何运用这个曲面的指令呢，并运用在 3D 列印的物件上像各位画面所看到的这个东西一样。那这里呢，规则曲面篇呢是属于比较进阶一点的曲面指令。那虽然说它是不用任何草图的，但是呢，还是需要有一点概念。那这里会建议你呢，已经学会了曲面的入门篇再来进入一个规则曲面篇呢，会比较适合一点。对你的学习会比较有帮助的。如果你没有学过曲面的入门篇呢，直接跳到这个规则曲面篇呢，有一些地方有些指令你可能会比较不了解，或是有一些想法啦，或是逻辑上会比较难以理解上所以这样子会对学习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那如果你还没有学会的，你可以到影片底下连结去参考一下这样子呢会比较好的。那这里要怎么做，等一下后续都会来做讲解。那等一下呢，会来以几个示范呢来告诉各位。那其实呢，我们在学的过程会发现说，其实规则曲面是蛮好入门的，并没有那么的困难的。它的感觉就有点像是钣金的折边指令像有点像这种概念那怎么做，我们就去看下去咯。在学习规则曲面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环境的界面。那这里呢有两个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看到规则曲面的指令。第一个呢是从上方列的插入曲面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规则曲面这个指令。那因为现在呢我们是没有画任何的东西的，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去选取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上方列的标签列这里。那如果呢你是还没有使用过曲面的指令的话，我会建议你到曲面的入门篇去参考一下，或者是说我们直接从工具的制定，你把制定打开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上方列的标签呢，会看到一个曲面，你把它按下右键呢，把它显示标签，那它就会显示出来这个东西。那显示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曲面的这些指令列。那我们把它点下去之后呢，在上方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规则曲面这个指令。那一样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画任何的东西，所以没办法去选取。那这边呢，各位就先到这里来了解一下咯。那首先呢，先来示范一下规则曲面它一些基本的用法。那首先呢，我们就直接点这个规则曲面的指令，进入这个画面。进来之后呢，一开始有两个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镶嵌以及垂直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那这里呢，它就是要你选择曲面的边线，我们就直接点选。假设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面，那我直接先点选这个面，也给大家看一下。点完之后呢，我这边预设呢，它是垂直于曲面。那我们看到这里呢，垂直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把它做出来。那这里我们可以去设定距离，假设我要再大一点，设定完我们从预览就可以看出来它是这样子的。你也可以去反转方向，这边都可以的。或者是说你把它设定在镶嵌于曲面，这也是 OK 的。这样子呢，它其实有点像延伸曲面的概念。那这边的在于说它可以用一个是垂直于曲面是蛮方便的。那剩下这三个呢是比较少使用的，那我这边就不另外去做说明。那等一下后面呢，在10的示范呢，我会讲到这个拔锥至向量。那这两个呢，你可以运用第三个呢去举一反三这样子，它其实它的用法都是一样。那我不会再另外多做说明，我就做到第三个，因为这样是比较常见的几种。那这里呢，我就先试一个垂直的曲面给大家看一下。那我直接把它做出来。那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就有一个曲面出来了当然这两个是分离的。我们看到曲面本体呢，它是两个。那假设我要再做一个在这里，可不可以？是 OK 的，我们就直接再做出来。这样子，把它打勾。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做到这里。或者是说我要选择两个边线，可不可以？我们去尝试一下，可不可以选两个边线？我们看一下是可以的假设我们这样子把两个边线选取起来嘛，我这两个都有去打勾修剪跟缝制都有去把它打勾。那这样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这两个是分开的，所以它的曲面本体是分开的。我们看到说这里总共有1、2、3、4、5，应该是有5个曲面，但是它的曲面本体这里呢只显示了4个，这是为什么？
好，因为在我们第3次的规则曲面的时候，我们是一次选取2个边线，哦，所以这个地方等于它这个转角，哦，这2个曲面的转角这里，等于是它已经把它缝制在一起了，哦，所以这里呢是一个曲面本体，哦，这样是相当方便的一个指令，哦，所以刚刚我们要做出这里的时候呢，哦，其实可以用一个指令选择这4个边线，让它变成只有2个曲面本体的，好，那我示范给各位看一下，哦，我就把它抑制掉。好，各位来看一下它的差异性在哪里。好，那我就一样把这2个选举起来。好，那这样子呢，我们按打勾，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哦，它变成了2个曲面本体，非常方便的一个指令。我们其实从这边就可以看出，它如果是一个实线的话，表示它已经被缝制在一起了啊。像这里是有一点蓝色的线，表示这里是分开的。好，那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接下来呢，我来示范一个10的示范。那这里呢，也会运用到规则曲面的指令。那首先呢，我先把这里的指令呢，给它隐藏起来。好，直接示范给各位看。那这里预设呢，我先做出这样的一个外形。那这里我们就要画出10嘛。那这边呢，我都是没有画任何草图的哦。各位注意一下，我从刚刚到现在都没有画任何草图哦，都是直接用规则曲面来做的。啊，一开始呢，我会在这里呢，做一个垂直。那垂直的距离呢，我让它小一点，1 mm。那我点选这个边线，我看一下哦，这不是我要的方向，我把它反转过来。首先呢，我先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曲面，然后做完之后呢，我再点选一次规则曲面，这里呢我就选择第3个拔锥之向量。那这里我选取这一个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一个边线，选完之后呢，它这里要我们参考向量，那这里我让它参考的是上基准面。参考完之后呢，我把它输入角度，角度是60度，那这边呢方向是反过来的。好，那这里的距离我让它大一点，可能会比较清楚。好，再大一点，假设是20。好，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它就做出这样的一个10出来了。好，那这里呢，你可以去改变角度。那这里你把滑鼠移过来呢，其实它应该会告诉你说，可以设定的角度在哪里。好，这里就有说了，是0度到89度之间。好，所以这边就让各位去尝试看，你要设定怎么样的角度。好，那这里它就会显示出来。然后假设我是要这样子，小一点。好，刚刚60度比较刚好。好，就像这样子，那我就直接按打勾。好，那做完之后呢，这边就是完成了。那剩下来就是要让它变成一个曲面的本体嘛。好，就是你先把这里缝制起来之后，再加一个后面。好，那就是它就会变成一个实体。因为这样子呢，有了实体，我们才可以运用在后续的东西。好，像是3D列印，我们就需要是做成实体的。我们如果只是曲面本体呢，是没有办法去做后续的动作的。好，那这边就让各位去尝试跟参考一下咯。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个阶梯式的示范。那这里也是相当方便的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画任何的草图，以及说有时候我们在处理的曲面呢，它是比较复杂型的。我们如果要做一个连贯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的。那运用到规则曲面呢，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的。像是如果要做阶梯式，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的假设是在画一个人物的公仔的话，有时候在牙齿的地方，我会用到阶梯式的方式呢，把它做出来其实是相当方便的。那这边呢，我就以这个披风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好，就粗略的示范一下，那各位就把这样的方式呢拿去套用在你需要的地方。那这里呢，我直接进入规则曲面的指令。那这里呢，我会做一个垂直于曲面。如果是阶梯式的话，都是只需要用垂直曲面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的。那这里呢，我用小一点，用3的距离，直接点选边线。点完之后呢，预设一下看方向对不对，我把它反转过来。好，那我就直接按打勾。那这里阶梯式呢，它的做法就是呢，用多次的规则曲面的指令呢，把它做出来。我们就一样，直接再进入，再按一次，再让它垂直，再选择方向性，再打勾。那这边呢，我就持续的下去做其实蛮简单的各位有没有看到我没有画任何的草图，我只是选指令而已点选打勾，点选打勾，只是这样子而已非常简单。
好，那我再做一次。好，各位有没有看到已经蛮轻松的就被我做出来了？那其实这里呢，会有点像是像加工机的那个防尘套它有点长得有点像这样子也许防尘套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那这里有没有看到？它其实这个面不是平的它是曲面的，因为它是一个规则曲面，所以它会借由你所选择的边线呢做一个比较规则性的垂直曲面出来。那这样子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分模面的示范。那这里可能会好奇说，怎么会介绍到分模面呢？因为有时候呢，在模具的建模上，我们的分模面呢，可能是比较难做出来，或者做的时候呢不够长。那这时候呢就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呢可以用规则曲面呢来辅助它的。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直接进入规则曲面呢，选择相切于曲面。那这里呢，你选择方向或是选择边线都可以，看你要先选哪一个。假设我要让它大一点，像这样子。那这里各位还记得刚刚前面规则曲面那个单元呢是有介绍到，这里如果我没有把连接曲面给它打开来呢，这样子做完之后，还记不记得做完之后，原本呢它都是分开的曲面本体，一旦我们有把它连接完之后，用这一个指令把它完成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曲面本体。我选完给各位打勾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呢，本来曲面本体这边是公母模的，还有分模面嘛。那这一个呢，规则曲面就变成是一个曲面的本体它就不是分开的是相当方便的。那这边呢，就是在辅助说，我们如果在做模具建模的时候，分模面是没有做好的可以借由规则曲面呢，再把它辅助让它变大。假设是这样子让它变得更大，也许就是公母模呢，它没有办法把它包覆住就是分模面不够大，所以导致没有办法做出来就可以运用规则曲面这个方式呢来辅助曲面建模以及说模具建模，这两个都 OK 的那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规则曲面篇。那这边各位有没有发现说，其实我们从刚刚做到现在呢都是没有做任何草图的只是点点指令点点设定设定一下要多长方向性就只是这样而已其实规则曲面呢，它在入门的时候非常的简单。那这里呢，为什么还会建议你说你要进来这个规则曲面的时候呢希望你还是去学一下曲面入门篇呢虽然说它学习上是比曲面入门篇的指令呢还要容易的但是呢，在这个前提之前呢，你在使用规则曲面的时候呢，你是不是需要先建立一个曲面或是一条曲线？那一旦说你没有学过曲面的入门篇呢，你可能第一步都做不出来了当然规则曲面也没有办法做出来虽然它指令比较简单，但是呢，它需要用一些逻辑性的或是搭配性的，所以你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你才有办法进入这个指令的所以才会建议大家说是先学会了曲面的入门篇再来进入会比较适合一点。那这里的变化性也相当多的你不只说只是垂直的或是相切的像刚刚有示范是拔锥形的就是让它有一个角度的像这个10的部分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的。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